这是登山史上的100年未解之谜。1924年，一个名叫马洛里的英国探险家攀到了珠峰的8600米处，即将登顶时，他和助手却消失在了茫茫云雾中，留下了一桩传奇悬案。如果两人成功登顶，那么他们将是世界上首次登上珠峰的人类，比现今记载的登山史还要早29年。自20世纪开始，人类的足迹先后踏上了北极和南极，唯一没征服的地方就剩下了海拔8848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。这是一片从未被人类染指的冰雪圣地，对探险家们来说，它有着迷人而致命的吸引力，也是一生的终极梦想。1921年，马洛里带着一支登山队率先打破了珠峰的宁静。经过2个月的艰难探索，他们沿着巨大的冰川峡谷走到尽头，找到了通往珠峰的北坡路线。但夏季狂风造成的大雪阻止了他们攀爬的脚步。1年后，马洛里卷土重来，可当到达8320米的高度时，7个夏尔巴卑夫却因雪崩丧生。然而，这个7岁就能爬上教堂塔尖的男人并不甘心。1924年，马洛里收拾好行李装备，第3次前往了珠峰，并特意带上了妻子的照片，发誓一定要将她放到世界之巅。此行，他挑选了22岁的欧文作为助手。这个毛头小子虽然是个登山菜鸟，但擅长机械设计。本次他就专门改造了一套登山专用的供氧设备，能手动调节流量大小，让氧气瓶能维持更长的时间。但这套设备重达15公斤，阀门管路复杂，要在8000米以上顺利运行，就得让欧文随身跟着。此外，马洛里让欧文带着一台柯达相机，用来记录登顶的瞬间。另有一名叫诺埃尔的随队摄影师，他带着14台小型手摇摄影机和高倍镜头，真实记录了此次攀登珠峰的全部过程，以及西藏原始生活风俗的珍贵画面。3月下旬，马洛里率领着登山队从印度进入了西藏境内，队伍绵延不绝，长达4公里，光托运物资的云南矮脚马就有300多匹。在经过卓木拉日雪山下的帕里镇时，摄影师将镜头转向了当地的藏民。他们不断从低矮破败的土屋里走出来，围观着这些异国来客。其中有佩戴着珊瑚头饰的地主夫人，有留着清朝辫子的官员，也有衣衫褴褛、敲鼓卖唱的流浪艺人。随着海拔的升高，温度开始下降，登山队在这里将马匹全部换成了更加耐寒的牦牛和毛驴。经过1个月的长途跋涉，马洛里一行人抵达珠峰脚下的绒布河谷。根据前2次的经验，马洛里发现要征服珠峰，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化营地，也就是向上走一段就回到营地休息，等身体适应了海拔，体力也恢复后，再重新向上攀爬。直到今天，许多人仍然使用这种方式攀登珠峰。4月下旬，马洛里在珠峰北坡山谷里建立了1号大本营。此时海拔已经升高到了5400米，夜晚气温下降到了零下50多度，连牦牛、毛驴都承受不住。所以往下的物资主要由60名夏尔巴卑夫负责搬运。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他们，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基因，血管和心肺远远异于常人。即使在低氧环境下，大脑也有充足的供血，几乎免疫高原反应。自5月2号从大本营出发后，马洛里一路顺利地爬过了2号营地，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3号营地。但一场突然而来的暴风雪，却使得温度急剧下降。8位登山队员并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的高科技装备，他们没有睡袋，没有担架，没有羽绒服，仅仅穿着一双平头钉鞋，裹着7层华达尼衣服来保持体温。只要一停止行走，身体便会慢慢失温、冻僵、冻伤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单薄简陋的帐篷外已堆起了半米高的雪，队员们纷纷出现了缺氧、头痛等一系列高原反应。面对恶劣的条件，登山队被迫退回了1号大本营。途中，2个优秀的队员因冻伤后脑部凝血，以致瘫痪丧命。然而6月的雨季即将来临，到时狂风暴雪将会掩埋掉所有的山路岩石，使他们完全丧失登顶的可能性。所以天气才稍有好转，马洛里便率领着登山队重新返回到3号营地。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堵高达304米的冰川悬崖，在没有冰爪向导绳的情况下，登山队脚穿着平头钉鞋，身系棉绳，用冰斧在悬崖上一点一点开凿出了2000多道冰梯。接着他们再依次固定好绳梯，让夏尔巴卑夫能往上搬运物资。整个攀爬过程几乎没有任何的辅助，完全靠技术、靠胆量
成功攀上了这道天堑后，他们在海拔7100米的洼地里建立了4号营地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澳。在这么高的海拔下，人每走2步就会喘不过气，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。但马洛里还是率领着这些登山超人，在打破了所有人体的耐力记录后，于7600米和8200米处建立了5号和6号营地。即将准备冲顶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却使4名夏尔巴背夫困在了4号营地长达4天之久。而马洛里和队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在近乎垂直的悬崖边上展开了救援。由于摄影师无法承受更高的海拔，这些画面都是通过3号营地的高倍镜头拍摄下来的。最终，马洛里将这4名背夫成功救回了3号营地，但他们已全部冻伤。6月4号，队友诺顿和萨莫维尔率先发起冲顶行动，结果萨莫维尔的喉咙被冻伤，咳到几乎断气，硬生生咳出了整块黏膜，险些丧命。唯有诺顿在没有氧气瓶的情况下独自向上，穿过珠峰北壁的大沟槽，最终抵达8573米处，这是当时人类到达的最高点，一直到29年后才被打破纪录。此时雨季已经来临，大家都是筋疲力竭，伤病缠身。马洛里和助手欧文也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，整天都在腹泻咳嗽。但面对触手可及的世界之巅，马洛里却不甘心就此放弃。就像曾经有媒体问他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攀登珠峰？马洛里说，因为山就在那里。对于他来说，没有了向往，生命只是苍白的时间长度。6月6号早晨，马洛里和助手欧文带上氧气装置，慢慢地爬向了珠峰的死亡地带。这里的气温低至-60多度，含氧量仅有海平面的1/3。即使有充足的氧气，人的五脏、四肢也都达到了承受的极限，每爬1米都是生不如死。6月8号下午12点50分，队友奥德尔通过高倍望远镜，大约在8600米处发现了2人的身影，但仅仅过了几秒钟，他们便消失在了一阵茫茫的云雾中。随后，大家沿着峭壁一直搜救到了7200米的5号营地，但都没有发现2人的踪迹。他们只好用毯子在雪地上铺成十字，向3号营地确认了2人遇难的事实。关于2人是否成功登顶，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。首先，他们当时消失的位置接近于第2台阶，这是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障碍。只要越过这里，便可以通过平缓的雪坡走上世界之巅。可第2台阶的绝壁高达30米，稍有闪失便会葬身在身后的万丈冰川中。像今天的登山者，大多依靠中国登山队1975年放置在那里的金属梯子才能攀登上去。后来，现代登山家康拉德效仿马洛里的装备，穿着7层华达尼，徒手爬上了这道绝壁。但他坦言，如果真的像马洛里那样穿着皮靴登山，会冻掉脚趾。再一个，随着海拔和攀爬难度不断增高，必然消耗更多的时间和体力，2人的氧气储备很难支撑到登顶并安全返回。这时，有人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：冲顶过程中，队友诺顿已经证明可以通过绕开陡峭的第2台阶，横切进入大沟槽，再沿着45度的雪坡接近峰顶。从现存影像判断，马洛里最后消失的位置确实很像要走大沟槽，登顶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然而到了1933年，英国探险队在第1台阶附近发现了欧文的冰镐。1999年，一支探险队也在珠峰北壁约8150米，也发现了马洛里的遗体。他右腿胫腓骨骨折，高度计玻璃破碎，衣服上有血迹和擦破的痕迹，但是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氧气装置。基于以上几点，我认为马洛里和欧文很可能是往大沟槽走，途中为了减负冲顶，放弃了所有氧气装备，但受到暴风疲劳的影响，马洛里失控滑下山崖，当时2人系在一根绳上，连带着欧文也一起滑倒遇难。目前所有证据都更倾向于他们没有成功登顶。但在这场持续了100年的争论中，还有一个关键证据始终缺席。当时欧文曾携带了一台柯达相机，有人认为经历100年冰雪侵蚀，就算找到，相机和胶卷早已损坏。也有研究者认为，珠峰8000米以上极低的温度和湿度反而可能保护了它，里面的胶卷或许保存着人类历史上第1张登上珠峰的照片。遗憾的是，100多年来，这个相机都毫无踪影。后来人们在整理马洛里的遗物时，发现他的墨镜、手表一样不少，唯一缺少的就是妻子的照片。或许你已经忘了，
这个最浪漫的男人曾发誓要将妻子的照片放在世界之巅，因此我想，他是否成功登顶已经不重要了。就如同他对妻子的爱已默默地藏在了那无言的山巅，当皑皑白雪洒下珠峰的瞬间，其实他们已经永恒了。